谁能想到，一句话会让一个成年人当场失控？邓恩熙的那句特别，为何让丁禹兮彻底破防？那一天本来什么都不会发生，那天的行程和往常没有任何区别。录制现场灯光明亮，流程单贴在工作人员手里，时间卡得很紧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忙碌着，熟练、冷静、专业。丁禹兮坐在休息区，安静地看着台本，偶尔和身边的人低声交流几句。他的状态一如既往的稳，没有多余的情绪，也没有刻意表现什么。在镜头前久了的人都会习惯把真实藏好，而他正是那种把情绪藏得最深的人。谁都没想到，这样普通的一天会成为后来无数人反复回看的一幕。一个看似普通的问题，改变了现场的空气。节目进行到中段，主持人抛出一个再常见不过的互动问题：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你的搭档，你会怎么说？所有人都以为这会是那种标准答案，很努力、很专业，合作很愉快。轮到邓恩熙时，他却没有立刻回答。他低头想了几秒，又抬起头看向丁禹兮。那一刻，他的眼神很稳，没有玩笑，没有犹豫。然后他说出了那句话：如果一定要给他一个称号，我会说他是年度最特别老公。现场瞬间安静，不是那种礼貌性的安静，而是所有人都愣住了的那种空白。特别两个字为何这么重？不是好搭档，不是很照顾我，不是像家人一样，而是最特别。这三个字太容易被误解，也太容易被当成玩笑。可偏偏他说得非常平静，非常认真，没有夸张语气，没有煽情表情，像是在陈述一个他早就想好的事实。那一瞬间，台下的人还没反应过来，镜头却已经捕捉到了丁禹兮的变化。他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，不是演的，是那种下意识的停顿。丁禹兮失控的那几秒全是本能。第一秒他愣住了，眼神空了一下，像是在确认自己是不是听错。第二秒他下意识低头，那不是害羞，而是一种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接住情绪的本能反应。第三秒他抬起头笑了，但那笑不是舞台上的营业笑，是那种混着意外、感动、无措，还有一点点被看见的笑。他的眼眶明显红了，那不是演技能控制的东西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明白，这句话是真的戳到了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他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？因为那不是临时起意。拍摄期间，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。长时间的工作、疲惫、压力、重复的情绪，很容易让人崩溃。他状态不好的时候，他会把水放到他手边，却不多说一句。他动作练到手发抖，他会默默陪着重来一遍又一遍。他偶尔情绪低落，他不会安慰太多，只是陪着他坐着。有些关心不需要说出口，但被记住的永远是那些细节。他不是冲动型的人，他敢在镜头前说出那句话，是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，那不是玩笑，而是他真实的感受。成年人的情绪最怕被看见。很多人都以为成年人不会轻易被一句话打动，其实恰恰相反。正因为经历的多，习惯隐藏，所以当有人真正看见你的时候，那种冲击是巨大的。丁禹兮一直是那种自己扛的类型，不爱诉苦，不爱示弱，所有情绪都自己消化。可那一刻，他被一句话击穿了防线，不是因为暧昧，而是因为有人认真看见了他的付出。全场的反应说明了一切。最开始是短暂的安静，然后是控制不住的尖叫，再然后是全场的笑声和起哄声。有人喊这也太真了吧，有人喊这不是剧本能写出来的，还有人直接说这谁顶得住啊。主持人都忍不住调侃，你们这是在录节目还是在公开心动现场？气氛从克制瞬间变得炽热，而这一切都不是设计好的。从那之后，他们之间真的不一样了。那天之后，很多细心的观众发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，不是轰轰烈烈的转变，而是那种只有真正注意的人才会察觉的细节。他看他的时候，眼神不再是单纯的礼貌，
而是多了一层下意识的关注。他说话时，他不再分心，总是很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。哪怕只是普通的对话，他也会不自觉放慢语气，像是怕打断他。更明显的是，他开始更主动地照顾他的情绪。他笑，他跟着笑；他安静，他也不再多话。他略显疲惫的时候，他会下意识靠近一点，却不越界。那种感觉不是刻意制造的暧昧，而是一种习惯性的在意，就像两个人在长时间相处中慢慢形成的默契，不用说出口，却彼此心里都清楚。很多观众后来回看这些片段才意识到，原来真正的亲近从来不是轰动全场，而是藏在这些不经意的瞬间里。这件事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甜，它之所以能被反复提起，是因为它太真实了。不是设计好的桥段，不是刻意营造的情绪，更不是为了热度的表演，而是两个成年人在高度克制的环境中短暂地卸下防备。在这个时代，大家都习惯了隐藏情绪，隐藏依赖，隐藏渴望被理解的那一面。所以当邓恩熙说出那句话时，人们才会突然意识到，原来真诚是这么有力量的东西。他没有夸大他的优点，只是如实说出自己的感受，而他也没有逃避，而是用最真实的反应接住了这份情绪。这种双向的坦然比任何糖都更动人，因为它让人看到，原来在现实世界里也有人敢表达，敢回应，敢承认在乎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片段能治愈那么多人，因为它让人相信，你不是一定要完美，也不需要时刻强大，你只需要遇到一个能在你最真实的时候看见你的人，那个愿意说你对我来说很特别的人。想对正在看这段文字的你说一句话，也许你现在很累，也许你正在怀疑自己值不值得被爱，也许你已经很久没有被真正理解过，但请你相信，你一定会遇到那个看见你所有努力的人，不是因为你优秀，而是因为你真实。就像那一天的丁禹兮一样，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被一句话温柔击中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如果这段故事让你有一点触动，如果你也曾被某一句话治愈过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，也别忘了订阅，支持我继续分享这些真实、温暖、有力量的故事。你的每一次点赞、评论、停留，都是我继续写下去的最大动力。谢谢你，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。